影视行业里，100天的拍摄周期并不少见，但真正能够连续100天几乎不间断地留在剧组，全程陪伴角色成长，见证每一位演员陆续杀青离开的经历，却并不是每一位演员都能够做到。而这一次，小众用实际行动证明，他并不仅仅是在完成一项工作，而是在经历一场属于角色的人生。从开机第1天开始，他便进入了高度集中的创作状态。每天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洒进片场时，他已经开始熟悉当天的剧本，调整人物情绪。夜晚，当工作人员陆续收工时，他仍然会和导演讨论人物细节，与表演老师反复推敲一个眼神、一句台词、一段沉默背后的真实情感。随着拍摄不断推进，剧组的人越来越少。一位又一位合作演员完成了自己的戏份，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杀青仪式，鲜花、蛋糕、掌声、合影，每一次告别都充满欢笑，也夹杂着不舍。而小众却始终站在原地，继续投入下一场戏的准备。有人说，他仿佛成为了剧组里最稳定的一道风景。别人离开，他留下；别人庆祝杀青，他继续开工。这种坚持看似平静，却蕴含着演员最难能可贵的职业精神。对于观众而言，我们最终看到的是几个小时的电视剧，但对于演员来说，每1分钟精彩画面的背后，都可能是数十次甚至上百次的尝试。小众没有因为拍摄周期漫长而降低要求，也没有因为连续高强度工作而放松自己。他始终相信，真正值得观众记住的角色，一定是靠时间和耐心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。正因为如此，这100天不仅记录了一部作品的成长，也见证了一位演员不断突破自我的过程。很多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起这段拍摄经历时，都表示，小众始终保持着极高的专注力，即使已经连续工作数月，也几乎没有出现敷衍和懈怠的时候。这种始终如一的态度，也让整个剧组对他的敬业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。影视剧拍摄过程中，演员杀青意味着完成属于自己的全部戏份，也意味着即将告别共同奋斗数月的团队。然而，小众经历的却是一场又一场送别。今天送别一位前辈演员，明天送别一位搭档，几天之后又有新的演员完成拍摄。剧组里的鲜花不断出现，又不断消失，庆祝声一次又一次响起，而他依旧换上戏服，走向摄影机前。这种特殊的经历让不少网友感慨，别人是在等待杀青，而他是在不断经历离别。事实上，这种情绪对于演员来说影响非常真实。每一位合作演员都会带来不同的表演节奏，当熟悉的搭档一个接一个离开，整个创作氛围也会悄然发生变化。原本热闹的休息区逐渐安静下来，熟悉的笑声越来越少，曾经一起讨论剧本、一起等待拍摄的人，也慢慢只剩下回忆。然而，小众并没有让这种情绪影响自己的创作，他反而将这些真实发生的离别感融入角色之中，让人物面对命运时流露出的孤独、坚持与成长变得更加真实可信。很多导演都认为，优秀演员最大的能力并不是控制情绪，而是能够把真实情绪自然转化为角色表达。小众显然做到了这一点，他没有刻意放大悲伤，也没有故意制造戏剧效果，而是让每一次分别都成为角色成长的一部分。正因为如此，当镜头记录下人物独自站立的背影时，那份孤独并非表演出来，而是在长达数月拍摄过程中慢慢沉淀出来的真实感受。也正是这种真实，让越来越多观众开始期待这部作品正式播出，希望能够透过镜头感受到演员真正投入角色后的感染力。不少观众第一次听到杀青10天这个说法时，都感到十分好奇。事实上，对于小众来说，这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拍摄结束，而更像是一段情绪缓慢抽离的过程。演员进入角色需要时间，而离开角色同样需要时间。当一个人物陪伴自己整整100天，每天思考他的经历，理解他的情感，
感受他的喜怒哀乐之后，这个人物早已不仅存在于剧本之中，更存在于演员内心深处。因此，即便拍摄结束后的10天里，小众依然保持着角色带来的生活节奏。据工作人员透露，他仍然会回看部分拍摄内容，思考人物前后的心理变化，希望能够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解。这种状态其实正是沉浸式表演最鲜明的特点。演员并不会因为导演喊出收工2个字，就立刻恢复到现实身份，而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慢慢调整，让现实与角色重新分开。正因为经历过这种沉浸式创作，很多演员都会坦言，每完成一个角色，都像真正经历了一段人生。有的人因此更加成熟，有的人因此学会面对遗憾，也有人因此重新理解人与人之间的情感。对于小众而言，这10天更像是一场安静的告别。他没有刻意渲染情绪，却在一点一点放下角色带来的重量。这份克制，也恰恰体现了一位演员对艺术创作最真诚的尊重。如今，沉浸式表演已经成为影视行业经常提及的一个词汇，但真正能够做到的人其实并不多。有人依靠技巧完成角色，有人依靠经验塑造人物，而小众更愿意把自己放进角色所生活的世界。他努力理解人物为什么会这样选择，为什么会这样痛苦，为什么会这样坚持，而不是简单完成导演安排的每一个镜头。为了让角色更加真实，他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，从人物的站姿、走路节奏，到说话语气、眼神变化，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反复练习。他甚至会主动减少外界干扰，让自己尽可能保持角色应有的心理状态。这种创作方式虽然十分辛苦，却能够让人物拥有更加自然的生命力。当摄影机开始运转时，观众看到的不再是一位演员，而是真正生活在故事里的那个人。导演曾表示，最令他印象深刻的，并不是小众完成了多少高难度戏份，而是他始终能够保持人物情绪的连续性。无论拍摄顺序如何打乱，无论一天拍摄多少场戏，他都能够迅速进入状态，让角色始终保持完整的人物逻辑。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业内人士认为，小众的成长不仅体现在演技技巧上，更体现在他对角色理解能力的不断提升。他开始用体验生活代替机械表演，用真实情感代替刻意煽情，这样塑造出来的人物也更加容易打动观众。当最后一天拍摄结束，剧组终于迎来了属于小众的杀青时刻。没有人能够真正用一句简单的辛苦了去概括这100天的经历，因为这不仅是一段拍摄旅程，更是一段共同成长的人生记忆。回望这100天，他见证了伙伴们陆续完成任务，也经历了无数次离别与重逢，经历了角色的悲欢离合，也体验了演员职业最真实的一面。这些经历最终都化作角色的一部分，也成为他未来演艺道路上最宝贵的财富。观众常常只看到荧幕上的几分钟高光时刻，却很少知道，为了呈现一个真实的眼神，一场震撼人心的情感爆发，演员需要经历多少次排练，多少个不眠之夜，以及多少次自我怀疑后的重新站起。小众的100天，让我们看见了一位年轻演员对于表演最纯粹的坚持。他没有急于证明自己，也没有依赖外界的掌声，而是选择用时间积累实力，用作品回应期待。或许，当电视剧正式与观众见面时，人们首先记住的是那个鲜活生动的角色，但随着故事不断展开，越来越多人也会意识到，真正令人感动的，不只是角色本身，更是一位演员愿意用整整100天去认真生活，认真感受，认真诠释每一个瞬间的那份真诚。这种真诚终将跨越镜头，抵达每一位观众的心中，也让人更加期待他未来带来更多精彩而深刻的作品。